なんですって？ありえない。献身の象徴と謳われたクロウサギをこれほどまでに怒らせるなんて。いでよ、インドラの槍！好，大家好，我是安天。今天我们来看问题儿童都来自异世界。虽然光看名字可能会觉得又是那种老套路，但相比其他异世界番，这部有料了许多。不过这部动画删减蛮多小说的内容，所以我会适时的额外制作些补充。那话不说，我们开始吧。故事开始，河岸边有几名不良少年正在欺负一位弱小的男孩。这股吵闹声打扰到了16夜的休息，于是他捡起了几颗石头，以超乎常理的速度扔出。不仅是这群混混吓得落荒而逃，就连被欺负的少年也吓跑了。当16夜要捡起书包的时候，突然天空飘来一封神秘的信件，里边久远财团的千金大小姐久远飞鸟，不管自己下达什么要求，下属都会按照命令行事。但他对这种人际关系感到相当无趣。这时飞鸟也发现桌上有封信件，同时女仆也走了进来送杯饮料。为了查明这封信是谁放的，飞鸟对他使用的是原理的能力。正直に答えて。女仆也整老实的回答，这房间的钥匙只有大小姐手上的那一把而已，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入这个房间。虽然飞鸟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他看着这封信件却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同时间，这位名叫春日部耀的女孩也有能够跟动物沟通的能力，她还跟其他人一样收到了信件，上面写着在此告知身负异财、充满烦恼的少年少女们，若想测试自身恩赐的才能，汪君舍弃家人、友人、财产以及世界的一切，前来我等之相挺。突然间，一道强光猛然乍现，三人都穿越到异世界的上空。接着便掉到了下方的湖里。上岸后，彼此开口互相认识，但他们却察觉到有人在偷听，于是三人立刻发动能力，将潜伏在森林里的人给逼出来。原来这名叫黑兔的少女就是召唤他们到这个世界的人，目的是要叫他们参加恩赐赛。经过黑兔的一番解释，三人了解到自己所拥有的超能力，原来是由神佛、精灵、恶魔等等赋予的恩赐。至于刚才提到的恩赐赛，就是指在香亭世界中的一种游戏，可以用恩赐或是其他东西来作为赌注，只要准备好奖品，任何人都可以举办。在这部作品的设定又称为主办方，比赛规则由主办方自己制定，参加与否则由参赛方决定。当然，奖品必须和游戏的难度成正比，也禁止偷窃和强盗的行为。顺带一提，身为香亭贵族的兔子们，不仅是非常罕见的族群，也是香亭创始者的眷属，拥有名为审判权限的能力。只要有人在比赛的过程中犯规，他的耳朵跟眼睛就会传为香亭的中枢。不过，持有审判权限的兔子们，其的代价就是会受到3个限制：第一，从担任恩赐赛的裁判开始计算，15天内都不可以参加恩赐赛；第二，必须先获得主办方的许可才可以参加；第三，不能参加香亭外举行的恩赐赛。除此之外，在香亭世界的组织又被称之为共同体。若是居民们想要活下去，加入共同体是最好的选择。为了让他们更好理解，黑兔提出进行一场恩赐赛，比赛规则是在这52牌当中选出人物牌就算赢，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一人一张。如果12夜他们获胜的话，黑兔会答应任何一项要求。何でも一つだけあなた方の言うことを聞きましょう。そう、何でもか。可惜色的事情黑兔不会答应。当比赛成立后，就会浮现出契约文件，上面记载了主办方、参赛方、游戏规则、胜利条件、惩罚项目、失败条件等等讯息。除此之外，契约文件也具有着强制执行的效果，不论对方逃到天涯海角都没有用。就在比赛要开始之前，16夜提出要检查这副牌，但其实他是要趁机动手脚，还在游戏开始的那一刻出奇招。これはこれだ。虽然16夜的举动看似违规，可在香亭的中枢却得到了有效的判定，也就是说他没有违反规则。于是春日部跟飞鸟都从桌面上拿到了人物牌，16夜也早就记住了所有牌的位置，当场在黑兔的面前把人物牌翻出来。就这样，三人靠着钻游戏规则的漏洞来取胜。对于赢家的奖赏，16夜就对黑兔提问：这个世界有趣吗？ギフトゲームは人を超えた者たちだけが参加できる神魔の遊戯。クロウサギは保証いたします。接着，黑兔带着三人来到自己所处的共同体，但他才跟身为首领的男孩打完招呼，一转头16夜就不见人影了。黑兔问飞鸟才知道，他刚才说要去看看世界的尽头，让黑兔气得破口大骂。突然，黑兔的发色竟然转换成粉红色，就朝着世界尽头的方向奔去。无奈，南岛只好先带着2人进到香亭都市，并介绍里面笼罩着外面看不到的天幕，让不能受到阳光的种族能够生活。毕竟这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其中包括神魔、精灵、兽人、鬼族等等。位于东区的这一带附近都有农耕地带，这里的居民们大多较为和平。就在他们边吃边聊的时候，突然有一名金毛不请自来。おやおや、東区画の最底辺コミュニティ、はじめまして、お嬢様方。私はコミュニティフォレスガルのリーダー。
ガルド・ガスパー。第一边黑兔的内心相当着急，因为世界尽头是神否进行恩赐赛的地点，万一被他的花言巧语骗去参加就完了。然而当黑兔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惊觉16月不仅参加了恩赐赛，还因为态度傲慢而惹怒了这位水神，甚至是叫黑兔不要插手战斗。此言一出，水神气得发狂，打算用水龙卷风收拾掉这家伙。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势，16月根本没在怕，几次徒手就化解了水龙卷风。ま、なかなかだったぜお前。就在16月击败水神后，他们获得一棵水树苗。黑兔为此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只要有了这个东西，就不用再跟其他共同体买水了。说着说着，16月忽然提出质疑：“黑兔，你是不是有事情隐瞒？回答我，你为什么召唤我们？”16月凭着直觉推断，黑兔现在所处的共同体非常弱小，所以才会召唤他们来协助。而事实上也正如他所料，于是黑兔便开始解释缘由。在这个香庭世界中，所谓国家的定义，就是指对超巨大共同体的俗称。几年前，黑兔所属共同体的旗帜还飘扬在东区的各个角落，成员们都以这份耀眼的光荣为傲。但有一天，他们被盯上了。如此庞大的共同体，仅是一夜之间就被毁灭。没错，就是被魔王拉去进行恩赐赛。只要被盯上，不管是谁都无法拒绝，因为魔王们拥有名为主办者权限的特权，可以无视对方的意愿，强制对方参赛。当时这位男孩的共同体就是被魔王盯上，最后在恩赐赛中被击溃，导致被夺去名字和旗帜，成了弱小的无名共同体。因此，主要的核心成员都离开了。现在只有黑兔跟男孩能够参加恩赐赛，其余剩下的成员都是10岁以下的孤儿。就算这样，孤儿们还是拼命的活着，每天跑到很远的河边取水。为让这些孤儿们有家可归，黑兔决心要从魔王的手中夺回名字和旗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建共同体，所以就得依靠像16月这样的强者。面对黑兔诚恳的邀约，16月觉得对战魔王很有意思。せいぜい期待してろよ、黒ウサ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另一边，金毛邀请飞鸟跟出勒部以及黑兔3人加入自己的共同体。与其待在穷酸又没有名字的地方，不如加入我们才是明智的选择。况且最近我们也在恩赐赛中连战连胜，现在基本上已经统治了这片区域。但飞鸟跟出勒部怎么样都不肯答应，两人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出勒部只是来这里交朋友的，而飞鸟则是难得可以抛下大小姐的地位来到这里。现在再去优越的环境，飞鸟根本就不想要。同时，他还发现事有蹊跷，明明金毛他们不是魔王，没有权利可以强制别人参赛，为了其他的共同体明知打不过，还要同意进行比赛呢？于是飞鸟利用能力逼迫金毛说出真相。あなたはそこに座って私の質問に答え続けなさい。原来金毛是帮手对方的小孩，逼迫他们赌上共同体来进行恩赐赛。更加残忍的是，这些小孩早就被他杀了，仅是因为听到哭声就忍不住动手。为了不要留下证据，金毛还叫手下吃掉遗体。当飞鸟解除能力的控制后，金毛变化成凶猛的野兽，试图对他展开攻击，但很快就被出勒部给制服了。岂料飞鸟居然气得主动提出：私たちとギフトゲームをしましょう。あなたのフォレスガル存続と私たちノーネームの誇りと魂をかけてね。只要金毛赢了，飞鸟就不会揭发他的罪行；反之，飞鸟赢了，金毛就必须接受香庭法律的制裁。这么一来，飞鸟才能用契约文件强制执行的效果，防止金毛逃到香庭外部，法律无法管辖的范围。当黑兔得知这件事情后，就吓得脸色变了一个样。但飞鸟只是答复，因为生气就没想得太多。如今黑兔只好把希望寄托在16月的身上，可他却果断拒绝。黑兔一脸茫然。哈你老爸的头！这个架是他们自己挑起的，我出手不就自找麻烦吗？对16月的答复，飞鸟师也很懂情理嘛。为了在比赛前做准备，黑兔打算带他们去千银那建立恩赐，这是在香庭内所有人都知道的超大型商业共同体，也是拥有特殊魔眼内的成员们建立的。当众人来到千眼麾下高挂着双女神旗帜的店面时，根据规定，千眼店铺向来拒绝无名共同体入店，但好在黑兔有熟识一名千元的成员。这时突然出现一位可爱的小萝莉，还抱着黑兔的腰派紧紧搏称。原来他是千眼的重要干部，也是东区的阶层支配者白夜叉。经过一番解说，16月他们了解到，目前千眼的总部设立在第4位层，只要数字越靠近香体的中心，就越有实力坚强的大人物居住。4位层以上的又被称之为上层，这里几乎都被出名的修罗神佛给占据。另外，之前那条水蛇所拥有的神格，其实就是白夜叉赋予的恩赐，毕竟他可是东区4位层以下无人可匹敌的最强主办方。听到这位萝莉的来头不小，3人瞬间燃起了斗志，便开口要求陪他们切磋一番。白夜叉对此接受挑衅。おいしらが望むのは挑戦か、もしくは決闘か。
突然房间内散发出一阵强光，众人都被传送到了比赛的场地。这时白夜叉才道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原来他是掌管太阳与白夜的心灵，同时也是在香亭世界中的魔王之一。面对实力差距极大的对手，16夜只好乖乖选择挑战，不然跟魔王决斗可不是笑着玩的。紧接着白夜叉召唤出了一只在空中翱翔的幻兽，也是鸟中之王与野兽之王的化身狮鹫。这次挑战的完成任务就是骑在狮鹫的背部绕湖畔一圈。于是春日部决定由自己出场，并利用能力跟狮鹫进行对话，但他却看不起这个小丫头。如果连你这样的孩子都甩不下来，我也会名誉扫地。作为与我名誉相等的代价，你要赌上什么东西？命をかけます。就这样，狮鹫赌上了尊严，春日部则是赌上了性命。当双方完成交涉后，春日部骑着狮鹫在空中奔驰，但很快就要进入山脉地带，体感温度将会达到零下几十度，以人类的体质是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时，春日部握着胸前的木雕，回想起自己常年住院的时候，由于他有着无法走路的不治之症，所以没办法靠着双脚去外面的世界。但好在父亲总是会说些有趣的故事，不仅是养了一只猫陪在他的身边，还特地赠送这个圆形木雕。结果春日部就奇迹似的站了起来。为了挺过这次的挑战，春日部紧紧握着缰绳不放，狮鹫则拼命的不断旋转，试图将他娇小的身躯给甩下。就在从山顶急剧下降后，狮鹫冲向湖畔的中心，越过终点。虽然春日部已经确定获胜了，但在这刹那，他却因为身体不堪而坠落。岂料春日部的身体不仅没有大碍，甚至还能踩着空气平安落地。原来他的恩赐拥有吸收其他生物的特性。白夜叉出自于好奇心观察这个木雕，发现上面刻有着系统树的纹路，还是以神木制成的艺术品。春日部说，爸爸是雕刻家，妈妈则是生物学家。白夜叉再仔细一看，木雕上有着复杂的花纹，就跟显示生物的演算术图形相似。雕刻者也许是想表达生命的流转与轮回，当不断重复再生与灭亡的轮回后，生命会完成计划，前往原型的中心。白夜叉大胆推断，这是表现以世界中心为目标前进的情况，但实际是想要表达什么，只有制作者才知道。既然春日部完成了挑战，白夜叉就必须给予恩赐赛的奖赏。于是他给了3人拉普拉斯的纸片，这是能够禁令寄宿在他们身上的恩赐。久远飞鸟恩赐名为微光，春日部恩赐名为生命目录。然而白夜叉感到震惊的是，16夜的居然是显现真相不明，也就是无法鉴定的意思。就在和白夜叉的游戏结束后，众人来到他们无名共同体居住的地方，仅是短短3年的时间，这又变得寸草不生。好在有了从水神那取得了水树苗，才让这里的土地恢复蓬勃生机。然而当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另一边的金马从一位平鲁罗尼娜获得了新的力量。約束通り騎手のギフトは与えてやった。どう使うかはお前次第。さあ、どう出る？新生ノーネーム。到了夜晚，黑兔他们在洗澡的时候，忽然有一群刺客想要趁机偷袭，不过却被16夜逮个正着。原来这些人的同伴被金毛当成人质，再加上金毛领导的弗雷斯哥洛共同体隶属于魔王的666只兽，由于金毛的背后有魔王撑腰，导致他们根本就无力反抗。眼见到16夜的实力如此强大，刺客们希望能够借助他的力量。然而16夜没有答应，也向他们坦言真相：你们的人质已经被那只老虎杀了。虽然知道你们相当痛恨魔王，但我的首领是这个为了打倒魔王的男孩，所以报仇雪恩的事就交给他吧。事后，男孩感到相当的生气，毕竟要是被魔王知道的话，自己的共同体将会遭遇到危险。因此，男孩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拉拢可靠的同伴，凝聚力量。可16夜觉得这个方法行不通。现在我们既没有名号，也没有旗帜，即使想要宣扬无名的存在，也无法办到。正是因为如此，你们才会召唤我们。因此，16夜才会给男孩建立打倒魔王的人设，不仅是能够引起魔王的注意，还能吸引心中常有打倒魔王念头的人。只要明天击败魔王麾下的金毛，就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对16夜提出的方法，男孩点头答应。但男孩有一项要求要拜托16夜，那就是希望他能去参加牵引下次举办的游戏，因为在那场游戏里，曾经的同伴将会被当作奖赏，也是个拥有着原魔王称号的伙伴。到了隔天，众人抵达比赛场地，看傻了眼，原本的居住区竟然变成一片森林，还发现这些树已经鬼冢化了。接着，众人看契约文件上写着：参赛者一览飞鸟、春日部、男孩。破解条件，成功讨伐于这里的主办方金毛。破解方法，只能使用主办方所指定的武器，除此之外，皆无法对金毛造成伤害。至于指定武器将会设置在游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金毛想借由契约来保护自己。除了场地的难度增加之外，还可以防止他们的恩赐能力。比赛开始，春日部先用能力找到金毛的位置，因为他的恩赐只要增加越多动物朋友，就能在感官方面得到提升。当众人进到阴森的宅邸后，却惊觉获得鬼种族恩赐的金毛，不仅是外貌变了一个样，就连身为人类的理性也丧失了。这使飞鸟下意识的使用恩赐能力，但才发现这对他不管用。千钧一发之际，春日部挺身而出，其实用双
双手挡住金毛的突袭，并趁着战斗间的空隙，成功拔起在墙上的指定武器。为了脱离目前的窘境，飞鸟想叫南海先撤退，但无奈他想留下来奋战。いいから逃げなさい。ちょっと私じゃなくてジン君一人で。もうちょっと。当两人逃到外面后，飞鸟向南海解释，现在的金毛已经鬼种化了，若是想要杀掉对方，就得用那把银子的十字剑。但为何吸血鬼会找上金毛呢？说完，春日部拖着疲惫的身体过来，本来他是想趁机击败对手，但现在已经无力再战了。于是飞鸟决定由自己来扛起这个重任，希望南海能够照顾春日部。路途中，飞鸟想起了黑兔说过的话，原来他拥有的恩赐微光，本来是一颗还未受到雕琢的原石，不过在长时间的培育下，目前已倾向于支配的属性。如果想要拥有除了操控他人以外的力量，就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来修炼。其中这个属性还隐藏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支配其他恩赐的才能。接着飞鸟用灯火一把点燃宅邸，并出人挑衅金毛这个孬种，将其引诱到丛林密布的森林里。就在飞鸟的命令下，鬼种化的树木缠住了金毛，同时这把被他支配的十字剑也发挥出了完整的破魔之力。当飞鸟赢下这场胜利后，金毛就化为尘埃，随风消散。为了治疗春日部的伤势，黑兔赶紧带着他回去共同体。而16月则拉着南海向所有人宣布，金毛已经被打倒了，现在将会由南海把领子跟旗帜还给你们。如此以来，他们无名的共同体终于踏出了打响名号的第一步。然而另一边的千眼分店却来了一位神秘的男子，要找白夜叉，究竟他有什么目的呢？输入后，16月接下来的行动就是参加千眼下次举行的恩赐赛，夺回无名共同体曾经的同伴雷蒂西亚。不过黑兔有审判者权限的限制，所以他无法参加这次的恩赐赛。就在黑兔离开后，之前的那位金发萝莉突然闯了进来，还朝向16月发起攻击。听到这阵巨响，黑兔赶紧过来查看，并连忙制止16月出手。原来眼前的这位金发萝莉就是他们要夺回的雷蒂西亚，同时她也是一名稀少的纯种吸血鬼。本来雷蒂西亚这次会来找黑兔，是想劝他解散无名共同体，但见到16月他们被召唤到这里，因此雷蒂西亚才会帮助金毛，借此来测试16月他们的实力，看看值不值得将共同体托付给他们。另一边同样是千眼干部的卢奥斯·珀尔修斯来找白夜叉，表示要停止雷蒂西亚作为奖品的恩赐赛，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买家。听到这话，白夜叉非常火大，毕竟擅自取消负责承办的恩赐赛，可是会让千眼的双女神旗帜受到蒙羞。白夜叉还认为卢奥斯·珀尔修斯误了他继承了珀尔修斯共同体，这是以希腊神话中的一名英雄为起源的组织。很久以前，珀尔修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达拉2的儿子，正奉命去取各贡梅杜莎的头颅。不过梅杜莎拥有能把人变成石头的双眼，因此珀尔修斯趁着梅杜莎熟睡时将他斩首。而在珀尔修斯享尽天年后，据传说是成了宇宙中的英仙座。但在这部作品虚构的世界观，其实他是被邀请来到这个香缇世界里。回到正题，卢奥斯不仅是出言挑衅白夜叉，甚至还想袭击无名共同体，因为他知道雷蒂西亚肯定会去找无名。另一边，为了测试16月的实力，雷蒂西亚提出进行一场试验，规则很简单，彼此轮流投掷长矛，接不住的一方就算输。首先由雷蒂西亚先开始。眼睛到之前一集被反弹回来，雷蒂西亚深知这人可以信任，便安心的闭上了双眼。关键时刻，黑兔纵身一跃救下了他，并用卡片检查他所持有的恩赐。没想到雷蒂西亚已经丧失了神格，难怪16月打得一点手感都没有。就在这时，突然有道红光横扫过来，黑兔一眼就知道这是戈尔贡的微光，便赶紧叫飞鸟快点躲开。当微光迎面而来的时候，雷蒂西亚挺身推开飞鸟，但自己却被光照到变成石头。原来施展微光的人就是珀尔修斯共同体的人，他们表示这只吸血鬼是重要的商品，接下来要把它卖到香亭外面去。黑兔听到这话怒不可遏，因为吸血鬼只有在香亭内部才沐浴阳光。下一刻，黑兔不仅是散发出剧烈的气场，还召唤出了自己被赋予的第4天武具。その身で確かめるがいいでしょう。嘿16月认为跟这群杂兵生气没有用，若要谈的话就得找他们领导。可是才刚说完，杂兵们就有隐形恩赐逃走了。画面转，3人来到白夜叉这里，但卢奥斯看着黑兔，居然露出变态样。哎呦，迷你裙搭配吊带袜，还真是公口啊！不如就来我们的共同体，一日3餐还附枪圈哦。听到这种要求，16月是不可能会答应。その通り。この美脚はすでに俺のもんだ。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この足はって黙ってらっしゃい。よかろう。ならばいいねで買おう。当然，黑兔立刻开口拒绝，也解释会穿成这样都是白夜叉的要求，说是穿成这样裁判费就会增加3成。可见各位都是私会的老色批。
紧接着黑兔要求卢奥斯解除雷蒂西亚的石化，但卢奥斯不仅没有答应，还故意反控这只吸血鬼是被他们偷走的，甚至挑衅黑兔雷蒂西亚长得很可爱，对有着萝莉控的人相当加分。之后他将会在太阳的天然牢狱中被当作玩具。卢奥斯还跟黑兔说，雷蒂西亚不行将恩赐的一部分度让给魔王，也要换取短暂的自由回去老家。想一想还真是可悲，如果想夺回这只吸血鬼的话，黑兔作为交换，你的一生必须隶属于我。如此羞辱人的言语一出，飞鸟气的使用能力将他磕头谢罪。但卢奥斯很快就脱离了控制，并试图对他们展开攻击。面对卢奥斯提出的方案，黑兔答复会跟同伴们商量一下。当然，飞鸟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会同意。因此，黑兔想到了另一个解救出雷蒂西亚的方法。既然卢奥斯擅自取消了恩赐赛，那么就逼他非得举行恩赐赛不可。传说中，半神珀尔修斯为了讨伐梅杜莎，从希腊的诸神那获得了4个恩赐：一拥有光辉之翼的赫尔墨斯之血；2能够斩杀神灵的连行剑；3具有隐形能力的黑帝斯头盔；4雅典娜赋予的盾牌。但目前盾牌正在香廷世界中失传了。纵使珀尔修斯获得这些强大的恩赐，却明白自己的力量比不上蛇发女妖，因此他利用黑帝斯头盔隐形，趁着蛇发女妖睡觉时斩下她的头颅。之后，珀尔修斯共同体为了夸耀自己的传说，有时会准备重现传说内容的恩赐赛。如果要挑战珀尔修斯的丰功伟业，就必须突破他们提出的2个恩赐游戏，这样才有具备挑战传说的资格。突然，16叶拎着一包东西跑了进来。伊沢洋さん。これ土産だ。これは？另一边，卢奥斯正在悠闲的喝着茶，但却遇到黑兔拿着战利品来宣战。原来16叶已经打败了海怪克拉肯以及格拉埃3姐妹，也就是他们提出了2个恩赐游戏。只要击败这2个神话级的魔物，就能获得这2颗红蓝色的宝珠。它具有着向传说挑战的权力恩赐。卢奥斯看着宝珠狠狠扎舌，只能接受黑兔的宣战。到夜晚，挑战珀尔修斯传说的比赛开始。参赛方是16叶、飞鸟春日部以及身为无名领袖的男孩。破解条件则是击败对方的领袖。除此之外，这场恩赐赛还有几项规则：一、主办方的领袖不可以离开白色宫殿的最深处；2、只要被看见，就会失去挑战领袖的资格；3、被淘汰的参赛方仅已失去挑战资格，但还是能够继续参加游戏。简单来说，整场游戏的规则就跟珀尔修斯杀死梅杜莎的传说相似。由于他们拥有着隐身的能力非常棘手，所以16叶想出了一个计划。首先由飞鸟出面作为诱饵来引开士兵。随時よ、まとめて吹き飛ばしなさい。让16叶他们能够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潜入，再利用春日部灵敏的五官找出戴着隐形头盔的士兵，并且拿走他们戴的黑帝斯头盔仿冒品。就在16叶戴上头盔清除眼前的杂兵时，突然春日部被踹飞了出去。原来头盔的真品能够完全消除气味跟声音，所以春日部无法利用五官察觉到。幸好他灵机一动，使用生命目录发动超音波。紧接着，他们一路来到宫殿的最深处。可是卢奥斯不打算亲自迎战，毕竟他可是这场游戏的领袖。一旦落败，就等于是珀尔修斯的败北。只见他穿着赫尔墨斯之血飞到上空，并召唤出了一只名为魔王阿尔格尔的怪物。而阿尔格尔一指恶魔头颅的星星，也是鹰蝎座中位于蛇发女妖头部的位置，就跟百叶叉一样，同属心灵级别的恶魔。随着卢奥斯一声令下，阿尔格尔就从口中喷出黑光。将宫殿深处以外的所有人石化。紧接着，他又释放出力量，抽起鞭子肆意的破坏现场。面对香廷中最强种族之一的心灵，男孩的内心产生了动摇。不过16叶的实力让他安心了下来。只见他徒手就轻松扛住了阿尔格尔的攻击，还将对方庞大的身躯给重刷在地。虽然卢奥斯趁机对他使用连行剑，但16叶很快就将他给制服住。于是卢奥斯对阿尔格尔下令，释放出更强的黑光，将他打入石化的牢笼中。没想到16叶居然发挥出他们意想不到的力量。不仅是拥有超强的破坏力，还拥有能够击碎恩赐的力量。照理来说，同时具备这2种力量应该是不可能存在。黑兔为此感到非常的压抑。最后16叶轻松击败了卢奥斯，也顺利夺回了雷蒂西亚。然而16叶居然要求他当女仆，拿到挑战权的人是我，当然他的所有权就归我们了。身为魔王的雷蒂西亚就这样踏上了女仆之路。事情结束后，众人举办一场庆功宴，可却有一封信件悄然飘进了房间。究竟他们接下来又会遭遇到什么危险呢？
一日早晨，飞鸟刚睡醒，春日部就拿着信件来找他商量。接着他们再到图书馆找16叶。原来这封信件是白夜叉寄来的邀请函，上面写着要邀请他们去北区的火龙诞生祭，这是由北区和东区的阶层支配者共同举办的祭典。除了有精灵们制作的艺术品展览会之外，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恩赐赛。本来这封信件黑兔是想要隐瞒，但不巧被春日部发现了。如此有趣的祭典居然偷偷保密，三人立刻燃起了兴致。不过南海听到要去北区，却十分震惊。原来这段路途相当遥远，必须要穿越境界壁才行。毕竟香亭世界的表面积约是地球的13000倍，如果大约计算的话，从这里到北区约是98万公里。虽然大可以使用境界本来移动，但是使用费相当庞大，因此16叶决定叫白夜叉负责送他们过去。出发之前，他们还留下一封信件给黑兔，上面写着作为隐瞒祭典的处罚，如果今天抓不到我们3人就会脱离共同体。嘿嘿，还不快点来抓我们！于是黑兔打算在他们穿过境界门前阻拦，就算有个万一，身为香亭贵族的黑兔也能免费启动境界门。另一边，白夜叉答应会将他们送到北区，不过相对的，他也有一项要求，那就是让祭典变得更加热闹。接着，白夜叉开始解释所谓的阶层支配者，在扰乱秩序的魔王出现时，阶层支配者有带头出战的义务，因此阶层支配者被赋予了多项特权。而为了新上任的北区阶层支配者，他们才会与白夜叉共同举办火龙诞生祭。至于前任是因为得了疾病，所以隐退了，现在是由萨拉曼达共同体前任女儿的首领山多拉继承火龙之名。不过由于他尚且年幼，再加上北区的阶层支配者不只有一位，导致其他共同体对年幼的掌权者怀有敌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种状况。但16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便催促白夜叉立刻把他们传送到北区。画面一转，众人刚到这里，黑兔就已经追了上来。16叶背起飞鸟，拔腿就跑，结果慢了一步的春日部被逮到。在确认黑兔没追上来后，两人决定在城里闲逛一下，对这里的万圣节南瓜灯，飞鸟感到雀跃不已，因为他跟16叶不一样，是从战乱后不久的时代过来的。当时的万圣节还不是广为人知的节日，再加上飞鸟天生拥有操纵人心的力量，从小就被关进了寄宿学校隔离起来，所以他对这个节日感到好奇不已。于是16叶开口告诉他，其实万圣节原本是感谢太阳的收获季，而现在无名有一片庞大的耕地遗迹，等到这片土地复活后，就来举办一场属于无名的万圣节。说着说着，黑兔就从他们身后缓缓现身。おとなしく捕まってくれますよね。断る。飞鸟一把被雷蒂西亚给抓住，16叶则拼命的逃脱黑兔的追捕。两人的喧闹声很快就引起了民众的围观。为了不造成更多的麻烦，16叶提议来一场恩赐赛。比赛以投掷硬币为开始讯号，任何一方用手掌抓住对方就算赢，胜者则可以命令败者一次。当清脆的金属声响起时，两人的身影都从观众的眼前消失。下一刻，黑兔往右方跳上巨大的钟塔，即便16叶立刻追了上来，但他看着看着却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为什么那个裙子会若隐若现啊？原来这件裙子是白夜叉的一番好意，有人好像看得到又看不到的恩赐。16叶听到这话相当火大，结果一个太极镜冲向钟塔，让黑兔有机可乘。因为只要从这边跳下去的话，就会被黑兔逮个正着，但待在这边不动又会追丢。于是16叶决定出点狠招。然而16叶不仅没有抓到黑兔，反而让居民们身陷危险当中。眼看大楼就要砸下来，两人联手击碎建筑物，同时也在掉落的刹那抓住了彼此的手。最后香亭的中枢是判定为平局，所以互相都得到一次的命令权。就在此，广场中响起一道严厉的声音：そこまでだ、貴様だ！原来是萨拉曼达的宪兵队因为骚动而赶到了现场。另一边，为让祭典变得更加热闹，白夜叉有一个特别的恩赐赛，希望春日部能够去参加。因为参加的资格是必须要有创作系的恩赐，而春日部的生命目录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方面都非常优秀。与此同时，飞鸟在摊位上买了可乐饼后，就跟雷蒂西亚还有莉莉一起闲逛。突然，飞鸟发现了一只娇小的精灵。照理来说，精灵很少会单独行动，也许它是跟同伴们走丢了。由于精灵受到惊吓跑走，飞鸟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画面一转，在舞台上战斗的是春日部，他利用从施救那获得的恩赐来操纵旋风，借此飞到石墙巨人的背后，再将自己的体重变为大象，以下降力量把巨人压倒在地。就在观众们为春日部的胜利大声喝彩时，白夜叉宣告进入决赛的是春日部。至于明天开始的游戏规则，就让另一位主办者来说明。也是继承了以火焰龙舞为旗帜的萨拉曼达，年幼的北区阶层支配者山多拉特尔多雷克。另一边，黑兔跟16叶被带到营狱总部，等着接受破坏城镇的惩处。但16叶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只是按照白夜叉的希望，让城镇变得更加热闹而已。幸好白夜叉愿意出资修缮，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就不再追究了。”可这名叫做曼德拉的人却对着南海拔出了腰上的佩剑。
眼看16爷和曼德拉露出杀气，山多拉慌慌张张的阻止两人，表示他们是萨拉曼达过去的盟友，不应该摆出这种态度。一番争吵过后，白夜叉开始说明这次会找16爷来到北区的真正理由。原来牵引干部之一的成员预知到了魔王会来袭，由于是拉普拉斯恶魔送来的信件，所以绝对不可能会出错。毕竟拉普拉斯的恶魔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可以知道事件的过去以及未来。虽然犯人罪行、动机都完全知道，但信件上只有写着火红诞生季会有魔王来袭，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在背地里计划的主谋，可却不能把他名字公诸于世。难道是其他的阶层支配者和魔王联手吗？里边飞鸟用15跟小精灵成为朋友，并在互相介绍后得知他主在名为 Latin Venga 的共同体。接着两人来到展览馆里面参观，并发现里面有具红色的艺术品，原来这是由 Latin Venga 制作名为迪恩的钢铁人偶。突然间一阵狂风刮过了整个会场，让许多灯火都随之熄灭。就在这瞬间，最深处出现了诡异的光点。見つけたラテンフェンダーの名を語るフラチモノ。面对诸多老鼠的出没，飞鸟只好发动恩赐的能力，但却发现自己无法支配这些老鼠。既然他们的目标是这个小精灵，飞鸟立刻把它塞进自己胸里，并往出口的方向拼命逃窜。忽然前方有数道的黑人靠近，原来是雷蒂西亚赶来救援，同时她的外表也转变为成熟女性的模样，还凶猛地对他们放声怒吼。可操纵者跟这群老鼠早已经撤退了。事后惊讶的飞鸟对雷蒂西亚称赞，但雷蒂西亚觉得自己被藐视了。私はこれでも元魔王にして吸血鬼の純血。回到千眼的救分店后，飞鸟在浴室里泡澡，身上的伤口也逐渐开始愈合。原来这泉水具有着疗伤的作用。同时，飞鸟也在回想着为何自己恩赐对那群老鼠没有用，就像对罗奥斯使用的那时一样。这是因为当遇到比自己高等的灵格时，飞鸟拥有了支配恩赐就无法产生功效。至于所谓的灵格，强度取决于种族，也就是生命的排行。若是要获得灵格，大致上可分为2种方式：一、对世界造成影响的攻击，不管是好是坏，都会透过传承来获取灵格，例如前面的卢奥斯；第二，诞生时发生奇迹式的经历，例如神和人类一起生下的珀尔修斯。不过他们这些人类都不知道为何自己会获得这么高等的灵格。话虽如此，飞鸟还是对自己恩赐不满意，毕竟无法像16爷或春乐部那样大展身手。这时白夜叉跟黑兔也来到了浴池里，由于担心飞鸟的伤势，黑兔在他的身上摸来摸去，白夜叉也观察了起来。しかも臀部から桃への素晴らしい皮肉をもみほぐせば、指と指の間にみずみずしい少女の脈を然而不只有白夜叉露出变态样，当两人穿着浴衣走出来的时候，16爷看着他们的欧派，开始鉴定两人这副青春的肉体。視線を自然につつましい胸の方に誘導するのは確定的に。変態しかいないのここには。闹剧结束后，白夜叉带着贼笑跟他们讨论，由于春乐部不负众望进入决赛，再加上之前引起的骚动，让大家都知道月兔来了，所以他希望黑兔能够担任裁判和主持。因此白夜叉有个小小的要求：審判衣装はシースルーのエロ可愛い黒いビスケスカート。いません。至于进入决赛的，除了吴敏和萨拉曼达，还有2个共同体也进入了决赛，分别是拉登芬嘎以及鬼火。其中拉登芬嘎源自于德语的捕鼠人，也是德国的格林童话中哈梅尔吹笛人的隐喻。在这个格林童话，德国有个村落名叫哈梅尔。据原本的碑文上写着，1284年130名出生于哈梅尔的儿童，遭到身穿各色彩衣的吹笛人诱出，就在丘陵附近的地方失去踪影。虽然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但却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揣测。其中一个版本是这里鼠满为患，某天来了个声称可以帮忙消灭老鼠的人，于是村民们向他许诺，除去鼠患的话就会给付众筹。接着这人开始对鼠群吹起笛子，将他们引诱至威西河淹死。但村民们违反诺言不付酬劳，因此这人便引路离去。过了数周，村民们在教堂聚集，他利用魔笛将这130名孩子引诱到山洞内活活困死。然而真实的情况众说纷纭，孩子到底是怎样的无从知晓。之后也出现了各种说法，例如他们不小心被暴涨的溪水给淹死，或者是孩子们染上了不知名的传染病等等。回到正题，在这个箱庭世界中，哈梅尔吹笛人是某个魔王麾下的共同体。据说这个魔王从200篇魔书中召唤出恶魔，并建立一支名为幻想魔道书群的共同体。不过这个魔王在恩赐赛中败北，共同体也随之分崩离析。照理来说，应该是不可能再出现。到了隔天，黑兔担任裁判的决赛开始，但16爷跟白夜叉却起了争执，认为那个群子的恩赐很碍眼。白夜叉为此说出了自己评论：所谓的艺术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力，少女的群类也是一样，看得到的话只是下流，看不到的话就是艺术。现在就和我们一同见证奇迹的时刻。白夜さん。
比赛开始前，决赛规则允许有一名搭档，不过春日部打算独自一人应战。至于他的对手是鬼火共同体的艾夏，以及他的 N 次杰作提灯笼的杰克。当白夜叉召唤出舞台时，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象被虚无给吞没，这是一个被巨大树根包围的空洞。N 次赛名为安德伍的迷宫，胜利条件是率先从迷宫出去，或者是破坏对手所使用的 N 次。当黑兔的宣誓结束，就是游戏开始的哨声。两人拉开距离，琢磨第一步的行动。随着艾夏举起左手，杰克的灯笼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不过春日部很快就用嗅觉察觉到了，那些火焰不是杰克发出来的，而是艾夏利用沼气来引发火焰。也猜测艾夏不是继承鬼火的领导人。传说中，杰克在2次的生命中都是大罪人，因此死后永远在生与死的境界间徘徊。当时一位恶魔觉得他很可怜，所以将地狱烈火赐予杰克，但现在的对手要靠着沼气来点火，因此春日部认为眼前这个杰克是冒牌货，艾夏也应该不是那个恶魔的后代。就在这时，春日部的感官察觉到出口方向的气流，然而当他认为自己快要获胜时，杰克瞬间出现在他的眼前，以极快的速度把他击飞出去，并且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是货真价实的提灯笼杰克，为让人们小知尸体埋在哪里，所以才会故意在事件上送出化学现象的讯息。至于艾夏原本是个彷顽不善的地府灵，拥有能够操纵天然瓦斯的能力，后来在徘徊时被招入了鬼火共同体。这使杰克用地狱烈焰燃起一阵火海，甚至还看穿了生命目录的能力，这让春日部知道自己的胜算微乎其微，最终满怀不甘的说出投降这2个字。就在这刹那间，舞台仿佛玻璃艺术品般的碎裂四散。勝者アーシャイグリフォトス。事后，由于春日部上次独自败给金毛，再加上这一次又败给杰克，导致他为此感到愧疚不已。杰克看着失落的他，开口鼓励：“有时依赖同伴也没什么不好。”就在这时，16月发现了惊人的状况，没想到忽有大量的黑色契约文件飘下。没错，魔王来袭的预言成真了。前面说过，魔王拥有主办者权限的特权，能够强制对方参赛。而这次魔王的目标是所有人。根据黑色契约文件上的内容，主办方魔王的胜利条件是收服或是杀害所有的参赛者。参赛方的胜利条件则是1粉碎伪造的传承，揭露传承的真实；2打倒主办方的游戏领袖。但奇怪的是，居然有一阵黑风封印住了白夜叉。下一瞬间，四处奔跑的观众发出惨叫。当上扣的人影开始行动时，16月决定上前打个招呼，并以超长力量把男子打向倾壁，再蛮力踩破砖瓦倾斜奔跑，将对方按在壁上不断摩擦。这使男子以沙粒般的力量制止他的行动。在这交手期间，16月猜出了他们的身份，原来他们是从哈梅尔吹笛人的故事中所召唤出来的恶魔，而眼前这个穿军服的男子，代表故事中象征天灾的威西河。另一边，雷蒂西亚正陷入苦战当中，因为他的对手是象征风暴的休特罗姆，以及象征黑死病的魔王佩斯特。面对实力非比寻常的对手，雷蒂西亚唤出漆黑的长柄矛，以如疾风般的一击刺向对方。やったか。やってないわ。然而，雷蒂西亚不仅没有贯穿他的胸膛，还被一股黑风给渐渐侵蚀。关键时刻，一道烈焰射穿了休特罗姆，将他的全身烧烂，直到崩解。原来出面救援的是继承纯种龙血的山多拉。同时间，白夜叉受到黑色契约文件的限制，导致无法参加这场魔王的 N 次赛。于是他希望飞鸟能够传讯息给黑兔。第一，规则可能刻意说的不完善，这是一部分的魔王会使用的手法。也许这场游戏根本就没有破解的规则。第二，告诉黑兔，这个魔王可能隶属于新建的共同体。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有位叫拉铁的女子就带着一群被操控的火蜥蜴展开攻击。虽然春日部也发动了 N 次的力量，但他灵敏的感官却成了破绽。只见拉挺吹起手中的长笛，就发出了极为高亢的音调。为了脱离目前的窘境，飞鸟使用能力让南海带着春日部逃跑，并试图拖住拉挺的行动。全員そこを動くな。然而飞鸟的力量远不及恶魔级别的他。接着拉挺开始演奏诱人的旋律，将居民的意识夺取，使他们成为暴民。就在所有人互相残杀的时候，黑兔高举着由军神第4天赋予的3叉金刚许，高声宣布审判者权限的要求已经被受理，接下来必须暂时中断这场 N 次赛，重新审议契约文件的规则。速やかに交渉テーブルの準備に移行してください。首先，黑兔对佩斯特提出质疑，关于这次的游戏有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因为规则上写着参赛方是所有人，但为何只有白夜叉被封印无法参赛？然而，经过相庭中枢的判定，本次比赛中没有不正当的部分，白夜叉的封印也是基于正当的方法所构成。既然比赛的规则没有问题，佩斯特提出重新开始比赛，并询问重新开始的日期可以延长多久。听到这话，山多拉感到不太对劲，周围的人也是一样，因为这明显是给处于劣势的参赛者们时间。这时苦读过书籍的男孩认出了佩斯特这个黑死斑魔王。
网。曾经黑死病在14世纪以后的小冰期流行，也是人类历史中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因为这个疾病会引起败血症，让患者的全身出现黑色的斑点后死亡。目前解释黑死病的病菌传播者是老鼠。而在格林童话中，哈梅尔的吹笛人里曾有个版本的说法是，这130名孩童其实是死于黑死病。当然，这是大家揣测出来的童话，孩子到底是怎样的无从知晓。至于佩斯特会想要拖延时间的原因是，他已经让病源潜伏在参赛者们的身上，只要时间一拖长，就能不战而胜。除此之外，佩斯特还有个企图。そうね、こんなのはどうかしら。ここにいるメンバーと白夜叉、その全員がグリム・グリモワール・ハーメルンの傘下に入るなら。没错，他们的目的正是拉拢同伴。当然16月他们不会同意这项要求，反而提出缩短比赛开始的时间。如果不答应的话，所有人就会死哦，你们也得不到想要的人才。话虽如此，权力在主办者的身上。什么时候开始比赛是佩斯特决定。于是16月只要主动提出诱人的建议，我们在比赛的规则中加入禁止自杀以及杀死同伴，再加上让黑兔参加比赛如何？他因为审判者权限的限制，必须要主办者的同意才能参赛。如果你允许他参赛的话，你们就有机会得到他哦。经过交谈，由本来的1个月谈到1周后重新开始比赛，因为1周是保证不会出现死者的期限，再久的话身体跟肉体都会承受不住，到时参赛方都无条件投降。在重新加入规则后，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还是统整一下契约文件上的内容。1、参赛者一栏，舞台区域所有的参赛者，主办者之共同体，也包括乡町贵族。2、参赛方禁止事项，自杀以及互相残杀所导致的死亡，还有禁止离开游戏的区域。3、主办方胜利条件，收服以及杀害所有的参赛者，时间一过立即无条件胜利。4、参赛方胜利条件，打倒主办方的游戏领袖，以及粉碎伪造的传承，揭露传承的真实。不久后，春日部开始发起高烧，显然是因为黑死病的缘故。与此同时，飞鸟被拉挺关在艺术展览会的洞里，突然他被一旁的小精灵给唤醒，还有无数的光芒围绕在他的身边。原来这些光芒是哈梅尔吹笛人的故事里那些130名死去孩童的灵魂。这时，契约文件静静飘落到飞鸟的手中。为了对抗魔王，让这起事件画下休止符，他们把共同体制造的钢铁敌人赠予给飞鸟，这是由海龙王赋予的矿石而制成的最高杰作。希望飞鸟的能力能点燃钢铁灵魂的生命之火。经过4天，感染者逐渐开始发病。佩斯特、拉挺、威西3人也一直在寻找着不见踪影的飞鸟。拉挺感叹，这时候有白雪公主跟灰姑娘在的话，就可以命令他们的部下来演出欢乐的歌剧。这2位都正隶属于幻想魔道出群。叙旧完过往的时光，拉挺告诉佩斯特，您已经以魔王的身份举办了恩赐赛，今后应该会成为众多共同体的目标，以魔王的身份不断战斗，直到被消灭。毕竟香亭世界也是修罗神否横行霸道的魔境，不持续以高层为目标就无法生存。另一边，16月正在照顾春日部，也提到了黑兔曾经说过的立体交叉并行世界论，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平行时空，最终汇集到同一个时间点上。拉挺在德语中是指老鼠，休特罗姆是指风暴，维西是指威西河、地盘陷落等等的天灾恶魔，佩斯特是指黑死病。他们一起被召唤到这里举办这场哈梅尔恩赐赛。16月推测契约文件上的胜利条件，一直由上述的这几位恶魔化身之中，找出与130位孩童死亡无关的人。虽然哈梅尔吹笛人有多种版本的故事，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究竟是如何，但可以知道谁跟真相毫无关联。讲到这边，16月得出了一个结论，就佩斯特跟碑文上记载的故事完全无关，因为黑死病从潜伏期到发病是2至5天，但这130名孩子是在同一天内消失，再加上黑死病开始的时间是1350年以后，哈梅尔镇碑文上记载的时间是1284年，显然这2者的时代背景并不相符。除此之外，由于黑死病爆发于14世纪的寒冷时期，16月推测出了百叶叉会被封印的原因，因为百叶叉拥有香亭世界中太阳的主权，其包括太阳本身的属性，还有掌管太阳运行的使命。而当时造成黑死病流行的起因，则是太阳进入活动极小期，导致全世界的人类受到寒冷而得病。换言之，这场游戏规则里本身就具备让太阳衰落的条件。虽然百叶叉的神威至今也是无法估量，不过据说他为了丰裕原有的心灵之力，让自己能以东区阶层支配者的身份干涉下层。现在的他已经降低了自己的灵格。回到正题，只要击败佩斯特，就能达成第1项打倒主办方领袖的胜利条件。接下来就是完成第2项胜利条件的内容，粉碎伪造的传承，揭露传承的真实。16位推测，若要达成以上的条件，那就是要找出能够同时粉碎以及揭露的物品，也就是在哈尔美镇跟碑文一起展示的彩绘玻璃。不管事件的真实状况如何，只要玻璃上有画着操纵老鼠的小丑，就是虚伪的传承可以打破；反之，玻璃上没画操纵老鼠的小丑，就是真实的传承必须保留。除此之外，16月也猜测到了，他们可能把魔道书伪装成彩绘玻璃，以此来入侵这场祭典的区域内。到了比赛重新开始的当天，南海带着大家去找出彩绘玻璃。
虽然佩斯特见状知道他们解除了谜团，但他却没有感到一丝慌张，因为他已经赋予了威西神格，只要把碍事的人除掉就行了。既然谜团已经被破解了，佩斯特决定释放出魔道书之力。突然间，数道黑色光束升起，整个城镇都被黑暗给笼罩。伴随着地鸣声晃动，原有的样貌已经变成了哈尔美镇。既然这里是以哈尔美镇为舞台的游戏盘面，男孩决定先去最有可能藏匿玻璃的教堂。另一边，16位遭到了威西的突袭，也发现他的力量与上次完全不同等级。原来威西除了神格的加持，还能在这个场地里得到提升。下一刻，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但地面被击碎的缘故，使他被威西一棒给轰飞了出去。当16位再度爬起来后，便自豪地对威西公布解谜的答案。他认为除了威西以外的都是假货。1284年，130名出生于哈梅尔的儿童被吹笛人诱出，坐在丘陵附近的行刑场失去踪影。根据原本的碑文中，并没有出现操纵老鼠的小丑。这个黑死病的版本是在1500年后出现。这么一来，代表老鼠的拉廷以及代表黑死病的佩斯特就排除了。至于代表天灾风暴且如同山丘般的修特罗姆，不过是伪装成真品的障眼法。因为碑文上的丘陵是指他们从丘陵走向威希尔的方向，也是象征孩子们不见在这里的隐喻。根据以上的推论，就威西本人才有符合原本的碑文。另一边，男孩带着参赛人员在城镇里四处搜寻彩绘玻璃，可却被拉廷跟修特罗姆给阻拦。虽然雷蒂西亚使出全力来应战，但也是打得相当吃力。千钧一发之际，飞鸟操纵的敌人出手相救。随着他一声令下，敌人以伸缩自如的钢铁，仅是一拳就粉碎了修特罗姆。原来他的钢铁原料是由神真铁制成的，也是过去统帅过7名魔王的齐天大圣所爱用的神矿。这时拉廷从背后俯冲想搞偷袭，不过被敌人一把抓住，受到了致命伤。飞鸟跨着大步靠了过来，对着濒死的拉廷露出微笑，希望他演奏一首曲子来试图控制敌人。因为飞鸟想要击破手下败将的恩赐，以完美的形式获得胜利。就在引人入梦的魔力下，飞鸟想起了自己跟伙伴的约定，总有一天要来举办属于自己的万圣节。飞鸟将约定深藏于心，从陶醉中清醒过来，最终战败的拉廷认输，随风而逝。另一边，16位跟对方打得不相上下。やっぱしんどけ坊主！こっちのセリフだ，狗巴子吧！经历了一番交战后，16位破坏了威西的召唤媒介，所以他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也跟拉廷一样随着光芒消失。现在只剩佩斯特这个不死般魔王。面对黑兔跟山多拉的强劲攻势，以及2位同伴的败北，佩斯特只好开启大招来扭转局面。白夜叉だけを手に皆殺しよ。这次只要碰到就会夺取性命的黑风，为了保护逃不掉的小孩，春日部及时出面救下了他，但自己却深陷于危险之中。眼看巨大的黑风迎面而来，飞鸟用敌人庞大的身躯挡下。春日部さん、今のうちに。这时黑兔发现佩斯特的真实身份，原来是属于神灵的那一类，所拥有的灵格只是来自于14到17世纪因为黑死病而上升的8000万名死者，并非那130名孩童死亡的攻击。佩斯特表态，他确实是8000万恶灵群的代表。为了要回应8000万的怨恨之声，佩斯特誓言要对怠惰的太阳复仇。就在佩斯特释放出更强的死亡之风时，黑兔拿出了自己手中的恩赐牌。皆様をまとめて月までご案内いたします。随着黑白恩赐卡发出光芒，众人都被传送到了月之神殿。由于佩斯特的死亡之风需要以魔道书来作为媒介，所以他在这里就无法发动像刚才那样的攻势。这使佩斯特双掌凝住出怨念而冲击漩涡。但只见黑兔拿出了神秘的恩赐卡，就释放出了足以和太阳媲美的力量。原来在印度神话中，太阳之子加尔纳曾用不死不灭的太阳之铠向第4天换取神枪。只要太阳的力量出现在面前，佩斯特的能力就会被削弱不少。紧接着，飞鸟在使用黑兔刚才给他的史诗魔盒婆罗多的纸片，只要有了这个纸片，就能召唤出第4天长枪。虽然这个能力非常强大，但在恩赐游戏中只能使用1次。正因为飞鸟拥有让恩赐发挥出10成力量的才能，黑兔才会叫他来使用这个卡片。インドラの槍よ。当山多拉用火龙烈焰束缚住佩斯特的时候，随着飞鸟的指令下达，敌人就击出了手中的第4天长枪，以具有千数道天点的能量击中佩斯特。下一刻，雷光覆盖了整个月球表面，军神之枪也喷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隆声，连带着魔王一起爆裂成宇宙的尘埃。事情结束后，哈尔美故事中死去了130名孩童，将回到原本的时代去。同时，他们也向飞鸟道出了另一种结局，那就是他们唱着歌谣，并吹着笛子，沿着威希尔而下，在未知的土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度。临走之前，他们把这些功绩流传给小精灵，希望飞鸟能够跟他成为同伴。不久后，16也来到曼德拉这里，原来是他为了给山多拉树立一个打倒魔王的名号，让他这个新人阶层支配者能够得到认同，所以才会故意对魔王视而不见，放任那些彩绘玻璃混进会场之中。关于这次的情况，曼德拉
拉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16爷的谅解。16爷对此不再追究，只要求他们在无名有危险的时候，首先要第一个出手相救。那么第一季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整体来说，这部动画必须要去看小说会比较好懂，毕竟设定繁杂又参考了许多神话故事，因此我才会这么吃力不讨好再补充一些重点。如果后续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去看小说吧。不过这部的作者已经停更蛮久了，自身表示因身体因素无法继续创作，也有传说是跟出版社起了真实的关系，实际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希望你能在下面点个赞，我们下次见啦，拜拜。